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大舅。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互联网行业的职业发展。如果你想要怎么样呀，向互联网行业里面的最顶级的人才学习，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上一期节目我们怎么样呀？采访了Verizon 的 PM Director Nancy，特别是他是怎么样？他是从一个完全不相关的专业，从纺织工程、从材料工程的博士转到互联网行业的，所以他分享了很多如何转行的一个经验。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期节目。那么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在疫情期间如何找工作，因为他最近刚刚找到了好多的这样的总监的 offer 是在疫情期间找到的。那我们就有请这个 Nancy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首先 Nanc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 Nancy。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 Dr. Nancy Lee，你可以大家直接叫我 Nancy 就可以了。我和大舅我也是大舅的粉丝之一哦。像上次我们分享的，我自己也是从纺织转到了产品之后，从产品现在变成了产品总监。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如何什么销售自己、拿 offer 等等之类的，所以今天有幸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的，那我们就说你最近找工作这个事儿吧。你首先是为什么在疫情期间要找工作？很多人说，在疫情期间就别找工作了吧？那你怎么想的？大舅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还不如等一等吧。但是是这个情况，大家找工作的时候都有动机的。一般情况下，我猜大家都觉得有 growth 的瓶颈，或者是想 promote 无法 promote 等等等等原因之后想找工作，但是疫情突然来了，那你就有两个选择，你是想选择如何的，在公司继续等。而且在疫情期间，我们也知道这个搞不好会持续到明年。难道你再等1年？或者是你想如何把自己变成 the top 1% candidate， 来增加这个 success rate 和成功几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疫情时间大家说的对，是有少一些的工作机会。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变成了最强的一个人，你手上还是会拿1把 offer 的。像我这一次，我很有幸拿了3个 director of product 的 offer， 全在 East Coast。厉害厉害。好，那我们就说，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这么一个决心，要去找工作了，有的人是想换工作，有的同学其实是没有办法，比如说他学校刚毕业必须找工作，或者因为疫情的原因被迫以前的 offer 被拿回去了，或者公司裁员了，他必须找工作。好，那么现在没办法了，就在疫情这个情况下，哪怕这个世界有点不一样，怎么找？来 Nancy， 请你分享一下。好的，我来先讲一讲我的经历和我的学生的经历吧。首先，在疫情的情况下找工作，一定要做的是你的简历一定要写的特别特别的棒。如果非疫情的情况下呢，因为有很多 job opportunities， 你的简历搞不好 OK， 你就有可能拿到那个 interview。这个情况下，我每天I'm a hiring manager， 我 hire 很多人，每天收到1把的简历。在这个情况下，我到底挑谁来面试？简历一定要写得很好。现在我快速讲一讲，简历里面很重要是什么？简历里面，我建议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简历的 template， 之后我们可以把那个 product manager 简历 template 放在这个 video 下面。我的 template 我和人家不一样的是，我把那个 experience 变成2部分，一部分是上面讲 achievement， 全部 achievement 写在上面，之后下面一个是讲 responsibilities， 之后就把你的 achievement 扩大了。而且讲那个 achievement 的时候呢，关键是要讲你自己的 impact 有多大。比方说，公司里面你帮公司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什么省了多少钱 cost saving， 或者是你的 customer satisfaction，customer 总说你做得很好，或者有什么几百万个 customer 在半年以内 sign up 等等之类的。或者是第3种的 impact 可以说是叫 something called organizational improvement， 就是你把你自己的 organization变得更 efficient 啦，更快捷啊，等等之类，这些都要写在你的简历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简历写很好，而且要写得很像产品经理的简历。这些 keywords 全部都要 hit。你们具体可以看看我的 template， 但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看了很多简历，比方说我帮人家那个 refer 简历，我有很多内推机会，之后我内推的基本上有10%的人才会拿到interview。主要原因不是我没推到那个 hiring manager 手上，而是大家的简历真的写的不像产品经理的简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提高一点。好的，简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是要把简历要 match 到职位，对不对？你简历当然写的很好，很重要。那职位角度来说呢？比如说，你有觉得现在疫情期间工作机会在变少吗？或者是工作变差吗？工资变低吗？还是其实你没有这样的观察？说的太对，实际上工作肯定是变少了，大概少了50%。我和很多的那个 recruiter 和 hiring manager 一直都有联系，之后他们很多人告诉我，基本上少了50%，但是最近公司慢慢开始的 unfreeze，
解冻了，所以这个工作会慢慢的增加了。就之前4月份的时候，我投的时候，基本上直接是马上少50%就 cut 掉了，所以会少了。之后工资方面也有一些很 interesting 的 observation。工资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可要可不要的人，比方说有好几个人类似的，之后公司呢会压榨你的工资，会把你的工资negotiate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是明显比其他的 candidate 都牛的话，你的工资还会很高。比方说，我有一个学生，我帮他 negotiate Amazon 的 offer， 他的 offer 好高。我看了，我知道很多人的工资，所以我知道这个 number 确实是很高，所以我们把他的 offer optimize。但是你想想 ，Amazon 肯定这么多人都去给他什么投简历啊等等之类，因为有很多 alternative solution 嘛，但他确实是面试的时候表现得很好，所以 Amazon 给他的工资很高，所以你一定要变成很牛的一个 candidate 才行。好，那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客观来说，职位变少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法去拿到面试、拿到 offer 呢？大舅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在疫情期间，我根本就不往生。在疫情期间能拿到 offer 和能拿到面试的时候，全部是通过 networking。之后 networking 大家这个词听过了，听过好多遍的 networking，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的 networking 技巧没有用到。首先 ，who 是和谁 network？ 很多人都跑过来说啊 ，Nancy， 你帮我 refer 这个 job 去 Verizon 吧。之后我看这个 job 是干嘛的，是什么 data analyst 啊等等之类的。我是 product manager， 那个 data analyst 那个组和我很远。就是如果是做同样的 product 我就没问题，如果是个组他做不一样的 product 和离我很远，那我怎么能 refer 也白 refer 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和 hiring manager 做 networking。如果你是投 data scientist， 你要看到你做 data scientist 是哪个组的，做什么产品的，和那里面的人，尤其是 hiring manager 做 networking， 这是一点很重要，这是 who。之后第二点呢 is how。How 的时候，很多人是通过 LinkedIn， 我自己也是通过 LinkedIn 来 networking 的。就 LinkedIn networking 的时候，关键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30 seconds elevator pitch 给写进去，就是你给人家发邀请的时候，基本上只能发什么20个字，什么200个字等等之类。如何在200个字里面把自己说成特别有那个很 powerful 或者是有 potential 的小朋友？所以这个 networking 申邀请的时候，就把自己给 pitch 出去。之后第二点，你在 networking 写那个字啊，写资料的时候，除了讲自己以外，还是讲人家为什么人家要帮助你呢？之后你和他有什么联系呢？比方说他这个人，比方说如果碰到一个人，这个人曾经也是 PhD， 哎呀，我肯定会讲很多什么啊，我曾经也是 PhD 啊，之后也觉得您是从 PhD 到了 Tech 也不容易啊，之后我想跟你学习等等之类的。所以你如何说也是特别重要的。我建议所有人不要在 LinkedIn 上什么 send 一个 request 也不写字。之后人家收了你说 yes 连了以后就直接说啊我喜欢你们公司，之后公司这么大，这是我的简历，你帮我推吧，我也不知道推给谁，也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工作，我就放那儿了。如果我真的推你的话，搞不好就是很多大公司那个谷歌呀和 Verizon 都一样的，等你进来了以后就是有 internal employee referral， 就是如果你用我的链接申请之后拿到了工作的话，我可以得3000、5000块钱，那我其实上跟我没有关系，只是我捡便宜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我也不知道 hiring manager 是谁，所以大家一定要找种合适的 networking 的方式 ，who and how。我稍微的就是 summarize 一下，就你刚才讲这么说，就你在 LinkedIn 加人的时候不要直接加，对吧？要写一段话，然后那段话呢又比较短，写什么呢？是说，比如说对方是博士，那么你这段话你就写是，哎，我也是个博士，我也是转行的，所以想跟你学习，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对吧？写那段话，而且要写的尽量跟对方有一定的连接性，是这样的意思吗？对的。好的，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好的建议。好，那在这次的找工作的过程中呢，你其实也是非常成功的，找到了 director 就总监的 offer。我刚才说你是 Verizon director， 但是我没记错，其实你当时好像还不是，对吧？当时不是，但你后来跳槽成为 director， 能说一下这个为何跳槽的时候，特别是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能够升职跳槽，这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吗？大舅这个讲的特别好，实际上升职跳槽是特别有技巧一个过程。我申请的时候，比方说申请 director， 他们要求的都是10年的产品经验，之后我自己有的是4年的产品经验，而且他们需要什么5年的管人的经验，就是管其他 program 的经验。之后我只有1年半的管人的经验。实际上，就是从他的要求来说，我是特别的 under qualified 的。但是对 in reality 很有意思的过程是，所有人变 director 之前都没当过 director 吧？谁管人管了5年都没跳 director， 我觉得这有点管了太久了，早该跳了吧。就是所以基本上升人都有一点点不一定满足所有的需求的。首先是这样的，之后
你要心理战术要了解一下。之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升 director 的时候，要跳的时候，一定要 emphasize 你自己的 value and branding。value 是指就是我们之前讲到那个 resume 一定要写 impact 嘛。之后我是 specific 在我的 resume 上面写了很多 impact， 就是我给 Verizon 带来了多少 revenue 啊，就 customer 多喜欢啊等等之类的。尤其是升 leadership position 的时候，你的 impact 一定要很重要。之后对，你们可以看看我们那个简历的 template， 我可以把那个 link 到下面。你要把 impact 和 responsibility 分开来写，所以我就把我的 impact 写的特别重要。之后这就是你的 value to the company。就第二点的 branding 是这样的。我 personal 的 branding 就是我有很多 achievement， 但是呢，我做事情又很快。也就是说，他们肯定会 challenge 我说，哦 ，Nancy 啊，你没有这个 experience， 或者是我，而且我很多是又转行了。我拿了一些 e-commerce 的director offer， 他们就经常说我，他说啊 ，Nancy 啊，你没有做过那个 e-commerce 的事，你怎么又进来啊？就他会面试的时候会 challenge 你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的 branding 就是我是特别一个 diverse thinker。我可以从不一样的 industry 想的方式，把你这个 e-commerce 的 industry 就变得更好等等之类的。之后我第二个 branding 呢，就是我这个人就基本上是做事情或者是 career progression 特别快。基本比方说我PhD 也是最年轻的博士啊，之后我升 manager 也升得很快，之后 manager 变 director 变得很快。所以你不能把我和其他人对比。我的特点就是我做事情很快，就 achievement 很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把自己给销售出去了。就他一看就是之后就会对比嘛，之后把我和一些已经有比方说5年或者10年管人经验的一些candidate 做对比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我这个 brand 很好，之后我很会 sell myself， 而且我特别 confident， 之后就拿了3个 direct offer。就是说要过程中，哪怕你有一点点没有达到对方的硬性要求，你还是要去争取。然后在过程中呢，你要去销售自己。比如说，你说我虽然没有那么多的经验，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是一个快速发展的人，我每一步都很快，所以我的4年就抵别人10年，我的2年就抵别人5年。反正我就是一个学习快，然后呢，这个 diverse background 这么一个人，所以的话呢，我是有能力去胜任的，用这个方式去销售自己。对的。哎，那虽然是这么说哈，但是你确实就是从经验来说，可能跟他并不是完全 match。你是怎么准备这个面试呢？就好比说你去面试一个 e-commerce， 对吧？你其实以前是做Verizon， 那确实不是很相似。那你怎么去解决他到时候提出的问题呢？因为你毕竟没有做过。大舅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像我做面试，我每次面试的时候我都做充分准备，而且我准备的东西和人家不一样。很多人就是喜欢搞什么40个、什么100个怎么样的 mock interview， 我不是这么准备的。我准备的我是这么想的：好 ，e-commerce 他做的确实和我不一样，但是 e-commerce 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就提前想一想，现在的 e-commerce 解决什么问题？现在都是什么 online 啊，那个 COVID 等等之类的，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比方说 supply chain 的问题，做 customer 突然增多的问题，我就提前思考。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就自己提前把他们的问题都给解决了。不是，当然了，那个尽量解决。我不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搞不好我解决方案不一定比人家好啊。但是我已经提前思考过他们需要解决的东西是什么，我会如何解决的。所以这个过程你又可以 sell 你自己了，就说自己想得快，学习得快。我进行之前我就已经帮你的那个 potential problem 都想出来了和 solution，所以就全部加在一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讲你自己的对 industry 看法呀等等之类，你就可以 show off。很多 diversity of thoughts 之后，大家就会更加的 appreciate who you are。你进来的就解决方式就跟人家不一样，确实做的事情比人家快很多，所以就给我更多的机会了。好的，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你的职业生涯就是感觉是砰砰砰很快，然后又是5个全奖的博士，对吧？然后又是3年半最年轻的这个博士毕业，然后蹦蹦蹦跳槽到互联网，然后蹦蹦升职成为 manager， 然后蹦蹦又跳槽成为 director， 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有什么？你觉得一致性的东西，有什么人生的心法？你觉得哎，促使你的这样的一个成功，可以不可以讲一点给大家？对，我个人觉得我很喜欢学习，而且我喜欢教书。说实在话，我一直都很爱学习。比方说，任何人某些方面比我好，我就去跟这些人学习。我自己花了什么快3万美金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人家这些人 public speaking 比我好，我去学 public speaking； 这些人怎么比我好，我去学习。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人家花2年做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学了5件事情，之后就提高的比人家快一点。我觉得是这个过程，而且另外一个过程是一个我很喜欢分享的一个过程。之后我发现最有意思的是 ，the more you teach, the faster you learn。所以我去年就开始教什么 negotiation， 是教一些 product manager interview。的什么技巧啊和 bootcamp 等等之类的，我教学生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就变得更强了，就是越教自己也越好了。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学校，自己学习，你再去教别人、帮助别人之后，自己提升的更快。好的，非常好的分享，大家要怎么样呀？持续学习，像 Nancy 一样，不是仅仅上班，要边上班边学。好的，那我们的跟 Nancy 2期采访进入到尾声了。我们每次呢都会给我们的嘉宾一个机会去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特别是大家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地方，你有任何的事情想让大家知道，都可以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也非常感谢你的这样的一个贡献。那 Nancy 说说看，因为我听到你讲了，你好像有自媒体，也有自己的一些服务，对吗？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是的，谢谢大家，这个大舅这个平台，我自己以教 Product Management Interview Bootcamp， 就是我帮助大家如何找产品经理的工作，因为我特别会 package yourself and sell yourself， 这是我自己的 Bootcamp。与此同时，我也有很多那一些干货，不要钱的干货都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我的 YouTube channel 叫 Dr. Nancy Lee，你 Google 我的名字之后，全部都可以出来。与此同时，我再给大家带了一个干货，实际上很多人都问我简历的问题，像我简历的 template 和人家写的特别不一样，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简历的 template， 你们可以用我的 template 来提高自己的简历写作水平，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找到工作。之后你可以看我的网站叫 drnancylee.com， 之后我的Bootcamp 就产品经理找工作的 Bootcamp， 你可以在里面看一看，有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对，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offer negotiation 的，很多小朋友上都是 underpay， 我自己也 underpay， 我很多什么第一次工作基本上 underpay， 所以我有一个，但是我每一次跳槽后来学会如何 negotiate， 每次跳槽都得30%到40%的那个涨工资的机会。所以有一些小朋友如果想让我帮你 negotiate 你的 offer 的话，你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来联系我。我帮别人 negotiate 了很多 offer， 我觉得这个我很厉害。没事，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 Nancy 的分享。那如果作为我们这个硅谷大舅频道的观众，有没有什么福利呢？有的，之后所有的 Big Joe 的粉丝来我这里 sign up Bootcamp 的话，可以得到$100的 discount， 就是原价减去$100。之后如何利用这个 discount 呢？就是你去我的网站 drnancylee.com/productmanager， 就是我们那个 Bootcamp sign up 的一个 link。你 submit Bootcamp application 的时候，可以在自己下面输入什么 discount code Big Joe as a discount code， 之后你们就可以得到100块钱 off。好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这个小福利。好的，非常感谢 Nancy 2期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我们讲到了 Nancy 的一些个人经历，如何转行成为互联网，后来也讲到了在疫情之间找工作的一些体会，希望对大家在疫情之间找工作有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记得给我们点个赞。然后如果怎么样，你有一些在疫情期间找工作的一些经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如果你想继续怎么样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世界最顶级的产品经理，或者向顶级产品经理学习，请关注我的频道以及 Nancy 的频道。Nancy 的频道你去搜索 Dr. Nancy Lee， 可以找他的频道，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地方，感谢大家点赞，感谢大家在这个 B 站的3连，最后感谢 Nancy 的分享，那 Nancy 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个再见吧。好，谢谢大家记住 Dr. Nancy Lee 来我的频道看一看，还有我网站 drnancylee.com， 祝愿大家迅速找到产品经理的工作。好的，大家拜拜。All right, see you, bye.